就是得不要脸，就是得皮，就是得那种就是耍嘴皮子，但是其实又很爱他老爸，他老爸也是凶的不得了，但是其实是知道儿子对他好，心疼他，就挺逗的，父子俩的那种情感，青春期的时候还挺皮的，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儿子。有被用扫把打过吗？太多了，各种武器。有请教一下身边就是老北京的一些朋友，就是他们从小在北京长大，说哎，你们北京人怎么说这些话呀？就是说嘴皮一定要放松，说的时候不用特别的去嚼每个字儿，就是啦啦啦啦的，得顺条一点，就得放松好玩，然后就是得脸皮厚一点，就得痞的，就是好玩一点，逗一点。对，我今天也震惊了，对，骗过了高老师。所以你这金枪念了多久？其实还好了，就这几天，然后晚上回到家就睡前看一下，熟练一下，觉得很顺啊。我们一到片场，然后导演就说：“哎，你们俩还真挺像父子的。”然后高老师也挺好玩的，人也挺好的。其实我们之前在《庆余年》的时候就一起拍《庆余年》，但是从来没有对手戏。但是我的台词里面老是提他这个人的名字，他这个角色的名字老是提。然后他那个角色其实也有提到过我这个角色的名字，但是就一直没有遇到过。是一来就晨练了一下，在那儿跑过去跑过来的。其实我觉得是能让自己感动的吧，能让自己有共鸣的。就像我看到第一个故事的时候，因为我先看到了第一个故事，我当时是落泪，就是非常感动，因为我就想到了我的亲人，然后我也想到了，其实非常有画面感。我觉得这个外卖小哥他其实就在我面前，然后我看着他在那儿，他就坐在那儿，可能在寒风当中跟他的外婆打电话，就是打这个视频。所以我认为最美表演其实跟技巧没有关系。我认为啊，跟技巧没有太多的关系。在我这里，我觉得首先故事要打动人，然后表演要真诚。这是我自认为的。哇，那太多嘞。最近因为一些综艺的话，好像一些作品又被再一次的搬上了荧幕，再一次的呈现在大家面前。然后我是记得我当时看《亲爱的》的时候，里面张译老师的那段哭戏，就是深深的震撼到了我，还有黄渤老师的，我就觉得他们就是真的让我隔着屏幕，我真的是感受到了那种难过和失去小孩的。虽然我没有小孩，就是我也没有接触过就是小朋友，但是我能完全体会到自己最挚爱、最真爱、最珍贵的东西被夺走之后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其实我会看了，因为他们天天就会有一些新闻啊什么出现，所以其实还会点进去看一些片段啊什么的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余生。之前的古装大家都已经看见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最美也不是我来说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评判。但是我觉得余生的话，它是我可以算是很正式的第一次接受了一个现代剧，然后演一名医生，然后我觉得交给大家去看一下吧，到时候。